当年怀你的时候，你爸就总是带着我上河边小凉亭去散步。一转眼，你都当妈了，哎，哎，那个像是严小晨吗？旁边应该是他妈妈。咱们绕着走啊！干什么啊？你绕哪儿去啊？绕到水里去啊？早晚得见面，走。啊，哎呦，是严小晨吧？好久没见，你们过得好吗？这是你母亲吧？干什么呀？一副没家教的样子。是，我是他妈妈。您二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沈侯的父母。沈侯的父母啊？啊，您家儿子到我们家小陈婚礼上去闹事，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年轻人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，可是到人婚礼上去闹事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小陈的妈妈，我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肯定这之间他们有什么误会。我们做父母的不太参与孩子的事情啊。是啊，我们没有管教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沈侯这孩子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。看您二位也是体面人，但是他那个女朋友不行，太厉害了。哎呦妈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也不好多说。现在我家闺女已经结婚了，咱都各自安好吧，啊？小陈，对不起啊。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大度一些好不好？妈，哎，喝水。那个，我们回去吧，这儿太险了。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对不住小陈在先，我没给你找麻烦就不错了。方姨，您说我对不起他，可是明明就……哎呀，您别少说两句拦着他，让他说吧，当着大伙儿说清楚也好。小陈的妈妈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孩子之间的误会，我想只有他们自己能说清楚，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决，是吧？啊，是。妈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走了，遛弯儿去。再见啊。放轻松，遛弯儿去。走吧。我说沈侯啊，你不用垂头丧气的啊，人家已经成家了，这一篇该翻过去了。是啊，我们就让他翻篇吧。刚才我们都见了面了啊，你看小陈结婚以后还胖了不少，我觉得。那哪里是胖啊？我看她那个样子啊，像是怀孕了。不过，她才结婚1个月吧？对呀。就怀孕了。完了，未婚先孕子。哎呀，现在奉子成婚的年轻人太多。已经4个月了。不可能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的孩子。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当初也狠不下心来跟他了断。你怎么晓得不是你的孩子？4个月以前，你们2个是在一起的呀？对呀。杨晓晨亲口承认。总之，杨晓晨不可能，明明是我的孩子，他非说是程志远的孩子，他图什么呢？就算严小晨肯，那程志远也不会答应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。老妈，你自己溜达回去吧，我去酒吧约了朋友。你不跟我们吃晚饭了？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许喝酒啊！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哎！这孩子真是的。不对，
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4个月以前，严小晨跟沈侯在一起的。对呀，严小晨那个女孩子，她不会乱来的，没错，对吧？还有，程志远找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，他提到说希望我祝福2个孩子啊，希望我同意严小晨和沈侯好。如果那时候他就跟严小晨有什么关系，他不可能讲这种话吧？是吧？不行，这事儿得搞清楚。啊，对，你医院认识的人多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在哪里做检查啊。哎呀，搞清楚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。走，咱们不吃饭了啊？行。做什么呀？老规矩。好嘞，领单。你要什么呀？喂，睡着了吗？没呢，医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熬夜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就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里面想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需要不需要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啊？我今天和我妈遇见沈侯了，他怎么样啊？她还在怪我。交给时间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妈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妈确实比以前好很多，情绪也稳定了，也没有再犯病。女儿的幸福啊，就是妈妈的解药。你妈还是最在意你的。是啊，其实想想我妈，她这一辈子真的挺坎坷的。每一次刚刚要好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她年轻的时候唱戏，那会儿是台柱子，真的是风光无限啊。后来因为受伤，她告别了舞台，就嫁给了我爸。本来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的，但是
谁知道后来我爸又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只希望他以后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吧。你只要幸福快乐，你妈妈也会幸福的。好了，你要睡觉了，孩子也需要早点休息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沈豪，这瓶酒我请你喝，替严小晨谢谢你。你刚才为什么说要水？你问问你自己啊。你抢我酒干嘛？我喝了就是我的。刚才都说了，是你媳妇儿请我喝的。怎么喝？往死喝！来，干了。有气，有气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气。我们现在应该把重点目标放在早期教育投资上面。你们看啊，赛迪顾问最新的数据表明，今年的 IT 培训和教育市场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人民币。所以，婴幼儿的有个姓侯的女士找你，告诉她现在忙，没空。来，婴幼儿的教育已经是家长还有社会的重点关注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胡女士，小陈现在可能有点忙，您看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要不给您来杯咖啡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等他。严小晨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等你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沈侯知道吗？沈侯不知道。我也只是猜测，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。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，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往。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，对吗？我刚才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严小晨，我只想说，你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，也不要让沈侯活得这么痛苦，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是沈家的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们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来祈求你的原谅。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这叫掩耳盗铃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？他明明就是沈侯的孩子。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恨我，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请问侯总，您还记得我爸爸吗？
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，您当年在做什么？您动一动手指，打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求告无门，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。不要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。再说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起死回生，可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、未出世的人，让他好好的活着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奶奶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。他姓严，不姓沈。我听见你的车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人，到处找你。老沈啊，原以为我们自己造的孽，我们自己来偿还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，该认的错，该低的头，我都做了。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你别喝了。严小晨跟我讲，他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，不姓沈，姓严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应该听医生的啊，这段时间睡不好，就是心太重了。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？他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！哎呦，我这辈子啊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再难的事情我都能想出个方法把它解决了。可这回还是我平生头一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，严小晨说，就当这个孩子不存在。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，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公平吗？啊，对我们的沈侯公平吗？我们相信程志远一定是个好人，将来孩子出生之后，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。可他毕竟是继父啊，那能跟生身父亲比吗？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把这个孩子争回来，那对他们母女两个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啊？哎呀！月珍，这个孩子可以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跟沈侯没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沈侯，因为孩子是小陈和沈侯两个人的，不管怎么做，都应该由他们两个人一起决定。不行不行，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，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。哎，沈侯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是无辜的，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。那严小晨呢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小陈和沈侯是同龄，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，那他不痛苦啊？月珍，小陈真的很无辜，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。沈侯是男人，他应该长大了，我们不能再瞒他了。可你把事情告诉沈侯有意义吗？他能够做什么？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可沈侯现在带着记恨过的，比内疚更痛苦啊！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？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满身的戾气。小陈
故意不告诉沈口孩子是他的，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以背叛结束，但其实是毁了沈口内心最美好的一切。老沈，儿子老开玩笑说你跟我不般配，可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为什么能跟你走一辈子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总能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对。我们应该学会站在儿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，而且孩子是他的，他有知情权啊。我们应该把一切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，也许他会痛苦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一切的错都在我们，要罚要恨，也都是恨我们。整个事情跟严小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我一个人吞下去。这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沈侯现在已经是父亲了，有些事情他必须去面对。我敢肯定，沈侯宁愿面对痛苦，也不愿意被我们当傻子一样保护。再说，这哪是保护啊，简直就是欺骗。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会恨我们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就不会恨我们吗？他会恨我们吗？啊？月珍啊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也许会，甚至会对我们很失望。但我想，他迟早会理解，我们只是一对望子成龙的自私父母，但不是杀人犯。月珍啊，小陈对我们只有恨，但他对我们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爱沈侯。这个就是你们花了1个星期做出来的方案吗？公司花那么多钱，请你们来干嘛的？谁手机？啊？沈总，好像是您的手机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重新改稿，3天时间。喂妈，我在开会。沈侯，我回家一趟。爸，我在开会。回来。是不是我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妈妈没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沈侯啊，你有孩子了，小陈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程志远的。妈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如果那是我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得有多恨我？他恨的不是你，是我们。是我。孩子啊，这事儿
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就偶尔会小腹有点坠胀，痛吗？还好。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孩子胎心都很正常，放心吧。来，擦一下。我自己来了吗？哎，程先生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孩子啊，沈侯，你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人。和业主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你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排练吧，我自己就溜达溜达啊。那你有事打电话啊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宁姐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走，打电话啊。好嘞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部手机，哦，我们这哪个是最新？些都是新品，您可以随便看一下。都是啊。对。这个我要了。啊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银色，正好配成情侣手机，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了。笑笑，你别走，笑笑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笑笑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笑笑，对不起。你
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，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，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。你现在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你也知道，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。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小小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程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小小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小小，小小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小小。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。小小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，但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。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的是，我终于知道，你所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，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。我难过的是，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导致了你爸的意外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难以相信，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，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，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了，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，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。知道这些以后，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，你和我说的，你们家那些故事。
笑笑，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，我会祝福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一切方式向你和阿姨赎罪。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，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。小陈，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差点进男厕所，你早上还给错文件，你看你还把手给钉了。没事，你怎么能魂不守舍的？真没事，没事。这是怎么了，老板娘？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。谢谢。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，快点。乔总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分了吧。谢谢乔总。这里面有大家的名字，你给分一下。谢谢乔总。乔总冷着脸还被 CP 拆迁的样子，简直太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了。哎，我突然有点萌这对 CP 了。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小陈的呢？没看见。没有小陈的。拿回去给他们吧。小陈，要不我的这份给你吧，人家送你的，你就拿走吧。隔壁部门总共仨男孩，就仨男孩，你全加了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啊，你要刚来公司，看得出，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大家的工作都很快乐呀。欣姐还行吧？欣姐，所以你们应该是把这儿当游乐场了吧？这些废纸，给我垫桌脚我都嫌丢人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欣姐，这些都是些基础的分析报告。程总选定人选之后还……与其花时间在这给我解释，不如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。3天后，我希望我能看得到配得上你们工资的报告，否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干活吧。3天。大气暴富养鸡之鱼啊！老板娘，你们有毒吧？好好工作。又是一个不眠夜呀！小陈，怎么还没人催你回家呢？我可是知道魔女为什么要咱们3天之内交报告了，她就是不想让你跟陈总团聚。不对呀，陈总出差了。她就是想让你们2个连打视频的时间都没有，太坏了。李慧，啊，我求你了，你话怎么那么多？你能不能安静会儿？不就是个工作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阴谋论啊？那累吗，小陈？累，做完你就不累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让陈总给你加个薪、升个职啊什么的？哎，
我说你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小陈了啊，这就跟他为什么不让你叫他老板娘一个道理。就算是想升职啊，我们小陈也要凭着自己实打实做出来的业绩，对吧？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好好工作吧你。多放点胡椒面儿。哎，好嘞，白胡椒啊。妈，哎，你们做饭呢？程太太回来啦？志远还没回来啊？啊，程先生打电话说他晚上回来吃饭，所以我们赶紧加个菜。桌子上的橙汁弄好了，你赶紧喝了吧。哎，好。芳姐，你尝尝。快去啊！我先回屋换个衣服啊。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再加点。好。志远回来了吧？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还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啊！去洗个手去。陈先生，芳姐特意做了您爱吃的鱼。小陈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小陈，志远回来了啊！快去！谢谢妈。你妈没发现咱俩分房睡吧？没有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那屋的门都是锁着的。我跟她说那是堆杂物用的。我听李姐说，你终于不拖了。你要帮忙吗？不用。下班之后还坚持散步吗？我吃完饭都下楼去走走。前2天我去公园散步去了。这给我的啊？客户送的，送了2部，咱们2个1人1部。我也有。我手机还能用，我不要。你那个手机太老了，可能会影响工作的。那多少钱我给你？都说是客户送的了。你有要洗的衣服吗？你给我帮你放洗衣机去。谢谢。这个得干洗吧？好。一会儿衣服洗好了，我给你晾啊。好，谢谢。志远、小陈，饭好了，出来吃饭吧。先吃饭吧。哎，小陈，别忘了。谢谢。芳姐，你去忙你的去吧，啊，我自己慢慢弄。喷的时候避着点儿，别呛着自己。哎，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哎呦，我摔哪儿了？崴脚了。哎呀，来，可，哎呀，来，哎呀，你慢点啊，慢点，你先扶着椅子啊，扶着椅子，来坐这儿，来，坐这儿，好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哎呦，来，我给你拿白酒赶一下，忍一下啊，忍一下，哎呀，忍一下，哎，给你用白酒赶一下，对，赶一下就，这你都会啊？哎，这是小小他爸爸，以前我也崴脚的时候，他爸爸就给我赶来着。哦，赶开了就好了。
谢谢您啊，芳姐。没事是的，您照顾我。今天呀，你什么事儿都别做了啊，好好歇一会儿。那可不行，我待会儿还得去给程先生、程太太打扫卫生呢。那都是之后的事儿，不重要。这个酒让它热一下，放在皮肤上赶一赶就舒服点。哎呀，还真是觉得轻多了。好嘞，不要紧，那点剩的让它烧完就完了。啊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用你的袜子把它稍微展干一下啊。好嘞，这样，再抹点油。好多了，这回好多了。好了，哎呦，谢谢芳姐了。好，你就在这儿歇着。哎呦，他们那边呀，我去就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能让您干这活啊？您待会儿我很快就好了，我去。不要废话，好不好？你再多说，我就不高兴了啊！把钥匙给我。这真不能让您干我的活。把钥匙给我啦！拿着。真够费劲的你呀！哎，慢一点，我来。哎呀，这些事情啊，其实也不用自己干啊，不是有同事在吗？你现在怀着孕呢。我过来啊，是要提醒你，今天要去医院做 B 超。说我都快忘了今天是产检。哎，小婵，现在啊，走路不能这么快，尽量的放慢速度，一切都来得及啊。世纪见面呢，就这么没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高手过招，无招胜有招。谢谢啊。哎，医生怎么说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？问吴哥，这附近有家鸡汤不错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啊，我来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对，最后一个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呀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，对我这么好。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你就要主动的去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把心思花在自己身上啊？我现在也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啊。
你怎么不吃啊？最近想调整调整，为了健康。你不需要吧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别操我的心了。倒是你，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状态不太对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沈侯来找过你？他知道全部事情了。全部事情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他妈妈来套我的话，我一不留神给说露馅了。懊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也告诉他，让他别再来找我了。他答应了。小姐，刚刚有一位先生让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他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谢谢。看来他只是答应了你不再见你，并没有打算放弃你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还继续坚持吗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回头路。好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些事情我迟早都要面对，包括我和你，我们也会各分东西的。我不能一直依赖你，所以我的事情让我自己解决。你也别着急啊，今天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跟他聊清楚。好，一会儿啊，我让老李先送你回去，我去谈点事情。你吃点东西吧。是吧？怎么样？根据沙盘测试，之前困扰你的心理问题依然存在，但现在你心里又多了一个症结。多了什么呀？具体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自我矛盾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心理上的问题我可以帮你疏导，情感上的，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
你怎么在这儿拌凉菜？丁姐呢？她脚崴了，我让她休息2天。哦，我帮你。我问你，你跟志远干嘛分房睡啊？我这不怀着孩子吗？我晚上睡觉不踏实，我老翻身，我怕影响他睡觉。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了呢。你怎么这么问啊？是不是丁姐跟你说什么了？没大事儿，别瞎怪人家啊。尝尝。你再加点醋。哦。今天的菜真好吃。明天再做，再换个别的样给你拌着吃。哎，小陈，我一会儿陪你下楼走一走吧。好啊，妈妈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不？你们两个人下去吃完了饭散步去，挺好的。走走。妈，明儿这番茄炒鸡蛋你多放点鸡蛋呗。来。你明天去找沈侯，你打算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，不要再来骚扰你。他没有骚扰我。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，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联系我了。他就再也没给我发过消息、打过电话。看来他成长了。你知道吗？男人跟男孩最大的区别，不是年龄，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、证明自己，生怕世界忽略了他；而另一个呢，委屈自己，克制自己，照顾别人，成全别人。沈侯这次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算你还得有良心，记得你爸的生日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？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你脱离当下的环境，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？至少在国外，你不必去面对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和事儿。我是觉得，我现在的生活刚刚稳定下来，我妈也开始在适应上海的生活，所以，你的提议如果是想让我远离沈侯的话，
我不太想逃避这些事情。我不是想让你去逃避，我只是想让你安安全全的度过孕期。你现在每天这样忧心忡忡的，又想着自己工作上的事儿，又要担心你妈的情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真相的沈豪。如果你再这个状态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孩子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们就回国，也就几个月的时间。你妈这边有丁姐照顾着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好。今天那份数据分析做得很好啊。多亏了你的指导，妈。妈，怎么了，妈？哎，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好好说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，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说话！明明知道沈侯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还敢做这个？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沈侯的？妈，你说说。没你事儿，我问他呢，是不是沈侯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就说明你承认了，是吧？妈，你冷静点，妈，放开我！妈，哎呀，妈，你冷静点，程志远，你干嘛要这么护着他？这孩子不是你的，志远呐，好孩子，你明白点儿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？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啊，你戴着绿帽子替人家养着孩子，这对你脸上有光吗？你要是生不出来，你找个好点的人养他，你就不怕你程家祖坟里跑出人来找你来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！妈，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你个造孽的！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！你爸死不瞑目的，他会！快去把那孩子打掉！你要跟沈侯干得干干净净的，我饶了你！我让我就踩死你！我踩死你！你爸爸省吃俭用，八辛八干的养你啊，疼你啊，爱你啊，到现在他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会来找你吗？啊！小陈，你赶紧走，等妈冷静了再说。走啊！你冷静一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吧？你们都不是好对。妈！喂，120吗？这边有人晕倒了。
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拿下学位，留在上海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替你照顾好妈妈。